获得本次大赛金奖的是安杰。这种水平的修复技艺，在全国范围内都属罕见。这个年轻人前途不可限量。感谢文物修复大赛组委会，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的认可，也感谢沈宁女士一直以来的指导。安杰，恭喜你，谢谢。这位先生，你干什么？拿着我的作品来参赛，拿我的作品领奖，安杰，你他妈还要不要脸？石岩哥，你误会了，这件作品是你修的。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件情有刻划直壶是你安杰修的。沈宁，这件作品是你给他的。傅之嫣，有什么话下去说，别在这里闹。闹！我的作品被你的白月光拿去参赛，你说我闹？什么意思？那件金奖作品不是安杰修的，好像是一个闯进来的人修的。这可是大新闻啊！安杰，今天这事儿你不给我一个交代，别想站着离开这个场馆。你刚才说这件金奖作品是你修复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据？这件直壶底部有一处引裂，我采用了3层渗透加固法进行修复。修复时我在胎体内部留了我的专属标记，想知道是什么标记吗？复式叠层修复法的痕迹，这种手法确实是傅之嫣的独门造诣。什么？听说他是国内最年轻的修复大师，去年刚拿了国际金奖。那安杰怎么敢拿他的作品来参赛？这个情况，石燕哥，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是宁宁说这件作品可以借给我参赛的，我只是想有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借？沈宁，他的意思是你做主把我的作品借给他了？傅之嫣，安杰需要这个奖项来打开局面，你的作品那么多，借一件给他怎么了？你说什么？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小气？安杰天赋很好，只是缺少机会，这个奖对他很重要。我小气？各位评委，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我妻子把我修复的作品拿给别的男人参赛，还说我小气。沈总，如果情况属实，这件事的性质非常恶劣，文物修复界最忌讳的就是作品完归属不明。这件事是我做的主，和安杰无关。傅之嫣，你要是有什么不满，回家再说，别在这里为难安杰。为难他？你觉得我在为难他？之燕哥，你别激动，跪下。安琪，我说跪下，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你拿我的作品参赛，给我道歉。傅之嫣，你太过分了！安杰是我的朋友，我不允许你这么羞辱他。你打我，你他妈为了他打我！你敢打我？你打我，我打你，很公平。宁宁，你没事吧？傅之嫣，你居然打女人！打女人？他先动的手，你怎么不说他打男人？就算有什么矛盾，动手打女人总归不对吧？是啊，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不对，这个男人偷我的作品参赛，你们觉得对？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却帮别的男人偷我的作品，还当众打我，你们觉得对？你们觉得打女人不对，那偷东西就对了，背叛就对了。你们的三观是被狗吃了吗？沈宁，我给你2个选择。什么？第一，让安杰现在跪下，承认偷我作品，给我道歉。第二，我们的婚姻到此为止。沈老师，你不用管我，你们的婚姻更重要。少他妈在这演苦情戏。沈宁，你选哪个？傅之嫣，你这样逼我，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所以呢，你的选择是什么？我不会让安杰下跪，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没有权利这么羞辱他。好，很好，
各位评委，各位观众，今天在这里，我傅之燕宣布一件事：从今天起，我傅之燕和沈宁离婚。另外，从今天起，任何与沈氏集团有合作的企业，我傅之燕一律不接他们的文物修复订单。傅之燕，你来真的？沈宁，从今往后，你我恩断义绝，你沈家的一切与我无关，我傅之燕的一切，你沈家也休想再碰分毫。傅之燕，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很清醒，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认真的。我们结婚5年，你就为了这件事要跟我离婚？5年？这5年，你有把我当过你的丈夫吗？你的心里装着谁，你自己清楚。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今天你为了他偷我的作品，打我耳光，还让我别小气。沈宁，你真当我是傻子？傅之言，你别太过分了。宁宁对你怎么样，大家都看在眼里，你不能这么污蔑她。安杰，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跪还是不跪？我不会跪的。你想用这种方式羞辱我，休想！傅之燕，够了！你闹够了没有？好，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的闹。天哪！傅之燕！住手！你这是破坏文物！文物？这是我修复的东西，我能让它重生，也能亲手毁了它。安杰，你不是说你会修吗？现在当着大家的面把它修好，让我看看你的修复水平到底有多高。修啊！你不是说这是你修复的吗？证明给大家看啊！傅之燕，你够了！我要报警了！报警？你报，到时候稽查队来了，我会把你们偷我作品参赛的事儿一并说清楚，看看是谁进去。沈宁，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要是再逼逼一句，就不是砸一下这么简单。跪还是不跪？宁宁，安姐，跪下！什么？跪下给傅之健道歉！我跪，对不起，傅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对。真他妈是一对贱人！宁宁，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提借用傅之言作品的事，都怪我。算了，宁宁，我真的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如果我知道傅老师会这么生气，我绝对不会。我说了，算了。宁宁，你去哪儿？你去哪儿？我去找他。傅之燕，你让我当众下跪，让我颜面尽失，这个账记下来。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老傅，差不多得了，你都喝了多少了？少废话，今天陪我喝痛快。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从来不这样的。他把我的作品给自己的白月光参赛，我找过去理论，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了我一巴掌。操，他疯了吧？坐下，我打回去了，然后宣布离婚。认真的？认真的。离了好，我早就说过，沈宁那个女人心里没你，你偏不信。5年啊，我帮他沈家修复了多少文物，帮他沈氏搭了多少关系，到头来还是不如他的白月光。行了，过去就过去了。以你的本事，离了他沈宁只会过得更好。我能进来吗？你来干什么？我来道歉。道歉？道歉有用的话，警局早他妈关门了。沈宁，今天在大赛上我给过你选择。什么？可你选了安杰。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不重要了，你的选择已经做完了。
我的选择也做完了。沈宁，我们结束了。迟夜，跟我回家好不好？回家？哪个家？我和你还有家吗？当然有，我们的家，我们5年的家。滚蛋！你让我滚？听不懂人话，我让你滚。我不走。志夜，我知道你在生气，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但别赶我走。沈宁，你今天在大赛上不是挺硬气的吗？为了你那个白月光当众打我耳光，怎么现在跑来哭？我没有，我只是想帮他。帮他偷我的作品，帮他拿我的成果去镀金。不是偷，我是你妻子，你的作品我也有份儿。沈宁，我问你，这5年你沈家的修复订单是谁一件一件修出来的？你沈氏集团的行业地位是谁用技术给你们撑起来的？我给了你5年，给了沈家5年，到头来你为了安杰当众打我。沈宁，你告诉我，你和安杰之间到底有没有事？我和安杰什么都没有。是吗？那你拿出证据来。证据？对，证据，证明你和安杰之间清清白白，没有任何逾越的证据。这种事怎么拿证据？拿不出来，拿不出来，那就是有。傅之夜，你讲不讲道理？我和安杰真的什么都没有，你要我怎么证明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你拿我的作品给安杰参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跟我讲道理？你在台上打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讲道理？你当着所有人的面选择安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讲道理？之夜，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之夜，求你了，别生气了好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知道错了，那你说错在哪？我不该把你的作品给安杰。还有呢？我不该在台上打你。还有呢？我不该维护安杰。你还是没说到点上。你错在从始至终，你的心里就没有把我当成你的丈夫。你错在5年了，我在你眼里始终只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一个能帮沈家修复文物、帮沈氏站稳脚围的工具。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那你告诉我，如果今天拿我作品的是别人，不是安杰，你还会这样维护吗？答不出来是吧？那我替你答。不会，因为那个人不是安杰。我和安杰真的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因为我给过你机会，可你最终选择了他。你选了安杰，那是因为我觉得你不会真的离开我。所以你就肆无忌惮的伤害我，因为你觉得我傅之燕离了你沈宁活不了。不是，我告诉你沈宁，我傅之燕离了你只会活得更好。行了，哭也哭了，跪也跪了，滚吧。之夜，我说滚！我在外面等你，你什么时候消气了，什么时候出来，我都在。哟，这不是沈总吗？一个人啊？陪我喝2杯。孙浩，你敢动我，就不怕得罪傅之燕。傅之燕？你觉得傅之燕还会在乎你这么一个贱货？我们之间再怎么样，我也是他的老婆。你敢动我，傅之渊一定不会放过你。沈总，你还把自己当傅之渊老婆呢？你什么意思？沈总，你是不是还不知道，
知道什么？自己看。从今天起，我傅之业和沈宁离婚。我操，傅之业离婚了？他老婆不是沈氏集团的沈宁吗？据说是因为沈宁出轨，把傅之业的作品给小三参赛了。怎么会这么快？立刻联系平台，不管花多少钱，把热搜给我撤下来。沈总，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平台，但对方说什么？说是傅之言那边的人提前打过招呼了，这条热搜谁都不能撤。他打过招呼了。沈总，现在怎么办？集团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合作方都在问怎么回事，有几家已经在说要终止合作了。我知道了，先稳住，我马上回来。怎么样，沈总，我没骗你吧？傅之燕已经把你甩了，你还拿他吓唬谁呢？就算我和他离婚了，我也是沈家的大小姐，你敢动我，沈家不会放过你。他拿沈家吓唬我，浩哥，他是不是忘了您是谁啊？孙家大少，南省4大家族之一，会怕一个小小的沈家？沈总，你沈家那点家庭，在我孙家眼里屁都不是，更别说现在傅之业不要你了，你沈家连最后的靠山都没了。你别过来，我要叫人了。叫啊！这夜总会是我孙家的地盘，你叫破喉咙也没人敢来。给脸不要脸！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沈大小姐，清醒点，没了傅之烟，你什么都不是。你打我的事，我一定会让傅之燕知道。让他知道？好啊，你让他来找我啊，我倒要看看他还管不管你。这不是孙少吗？之燕，他打我，他刚才打了我2巴掌。哦，之燕，他打了我，你听到了吗？他打了你的妻子。妻子，我好像几个小时前刚宣布离婚，热搜都上了，你没看到？孙少，一块进去喝2杯。好，傅哥的面子我哪敢不给？那这小事一桩。对了，你爸上次托人找过我，说家里有一批文物，想让我帮忙修复。对，傅哥您还记得？记得，回头让你爸把东西送到我工作室，我亲自修。真的？那谢谢傅哥了。傅之燕，他打了我。孙少打你那是你的问题，你要是不在这儿晃悠，他能打你？就是，傅哥说的对，这女人在走廊上哭哭啼啼的，我看着可怜才上去搭话，谁知道她张嘴就骂人。孙少先去包厢，我上趟洗手间，马上过来。好嘞。婊子！傅之燕，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他刚刚打了我。沈宁，你今天打我的时候想过我的感受吗？我疼吗？什么？我问你，被人当众抽耳光，疼吗？疼。那就对了，我挨你那1巴掌的时候也是这么疼的。傅之燕，你到底要怎样才能原谅我？原谅你？沈宁，你连自己错在哪儿都说不清楚，让我怎么原谅你？沈宁，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热搜都爆了，你知道吗？立刻给我滚回家来！
混账东西，你干的好事！热搜上写的清清楚楚，你跟那个安杰到底怎么回事？你把我们沈家的脸都丢尽了！我辛辛苦苦经营沈家这么多年，好不容易靠傅之业把集团做到今天这个规模，你倒好，为了一个废物把傅之业给得罪死了。爸，我和安杰真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傅之业会当众宣布离婚，什么都没有。他会放话不接沈家的单。我早就说过，这个女儿靠不住。当初让你嫁给傅之燕，是我和你爸拉下老脸去求的。现在好了，全毁了。现在说这些没用。明天晚上我会叫傅之燕来家里吃饭。爸，他现在不会。闭嘴！他来不来是他的事，但你必须想办法让他来。沈宁，你给我听好了，明天晚上不管用什么方法，你必须把傅之燕哄回来。我试过了，他不肯原谅我。试过了？你怎么试的？下跪了吗？哭了吗？求饶了吗？你妈说的对，傅之燕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明天晚上，你给我把姿态放到最低，哪怕是跪着给他端茶倒水，也得让他把这口气顺过来。我知道了。沈宁，我告诉你，如果傅之燕真的跟你离了婚，沈家就完了，你那些名牌包、豪车、公司股份全都会变成废纸。自己想清楚。老板，省博物馆的陈馆长发来消息，说馆里那件镇馆之宝战国青铜错金壶出现了一些氧化问题，陈馆长想请您过去一趟，帮忙制定修复方案。战国错金壶那件东西确实棘手，回复陈馆长，明天下午我过去。好的。还有事，苏氏集团的苏总派人来约了3次，想请您帮忙修复一件传家宝。苏氏没兴趣，直接拒了吧。老板，那位苏总裁可是被称为浙省第一美女，您真不打算见见？浙省第一美女啊，有意思。告诉苏总，可以聊聊。好的，我这就安排。沈叔，职业啊，在忙吗？没打扰你吧？正准备出门，有事？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今天晚上来家里，沈叔让你阿姨做几个你爱吃的菜，咱们爷俩喝2杯。沈叔，您这是给沈宁当说客来了？职业，你这话说的，沈叔就是想你了。沈叔，咱们明人不说暗话，热搜您看到了吧？您女儿当着几百人的面，为了别的男人打我耳光，您现在叫我吃饭，是想让我回去原谅她？沈叔，我敬您是长辈，但有些话我得说在前头。您女儿做了什么，您心里应该清楚。这顿饭我可以去吃，但吃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不保证。职业，沈宁她确实做错了，但你们毕竟5年夫妻。5年夫妻，沈叔，这5年我是怎么对沈家的，您应该最清楚。您女儿是怎么对我的，您也应该最清楚。师叔对不住你，但今晚你还是来吧，就当给叔一个面子。行，我就给你这个面子。晚上7点，我准时到。怎么样？他来吗？来，来就好，来就好。光来还不够。傅之燕在电话里说的很难听，光靠我们低头，打动不了他。那怎么办？沈宁，你现在打电话，把安杰叫来。叫安杰？叫他干什么？让他来，当着傅之燕的面给你道歉，给傅之燕道歉。爸，这件事跟安杰没关系，是我。闭嘴！到现在你还护着那个小子？我告诉你，今晚安吉不来也得来。他要是不来，我明天就让沈氏法务部去告他盗窃商业机密。爸，听你爸的，
打吧。职业，这酒是我珍藏了20年的茅台，专门为你开的，来尝尝。20年的茅台，沈叔，上次我来您开的是10年的，这次升到20年了。这不是想让你喝点好的吗？之燕啊，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肉，阿姨专门炖了一下午，你尝尝。刘姨，我在沈家吃了5年饭，您做的红烧肉一共给我加过几次？0次。每次这道菜上桌，您都是先给沈宁家，再给沈叔家，然后放在安杰面前。对了，安杰来家里吃饭的时候，您倒是挺热情。之燕，你刘姨她……不用解释，5年了，我在这个家里是什么位置，我心里有数。傅之燕，你能不能别这样？爸妈是真心想……真心，沈宁，你跟我说真心。你要是真心，今天这顿饭根本不会存在。之燕，叔知道你心里有气，今天叔给你一个交代。傅老师，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拿您的作品参赛，我不该让宁宁为难，我不是人，我恩将仇报。好，演得好。安杰，你演技这么好，怎么不去当演员？沈叔，拿我的钱请安杰来给我演戏。5年，我给沈家修了300多件文物，帮沈氏赚了10几个亿，到头来，你们拿我的钱请人来给我演戏。之燕，叔错了。叔真的知道错了，你千万别跟宁宁离婚。之燕啊，阿姨给你磕头，你千万别跟宁宁离婚，离了婚，沈家就完了。之燕，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沈宁，你今天在夜总会跪着求我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心想，也许他是真的知道错了，也许这5年，他对我多少有一点真心。然后你爸打电话叫我吃饭，我来了，结果呢？你们把这个人叫来，让他跪在我面前演戏。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爸会叫他来。你不知道，沈宁，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安杰拿我的作品参赛。你不知道你爸转账给安杰，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知道什么？签字。之燕，不能再商量商量吗？叔求你了。沈叔，您别再叫我之燕了。从今天起，我和沈家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能这样啊！沈家能有今天，全靠你啊！对，沈家能有今天，全靠我。所以，我现在要把我给的全部拿回来。沈氏集团现在的行业资源，90%是我用修复技术换来的。我宣布离婚的那一刻，这些资源就已经在撤。3天之内，如果这份协议上没有沈宁的签字，沈氏集团破产清算。你就这么恨我？恨你？沈宁，我不恨你，我只是不在乎。3天，我等你把协议送回来。傅老师，这次请您来，主要是为了那件战国错金壶。你也知道，这件东西是咱们省博的镇馆之宝，但最近氧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管理的修复师都不敢动。我上次远远看过一次，错金层的剥离程度确实比较严重。具体的修复方案得等我上手之后才能定。那是自然，费用方面您尽管开口，管理一定全力配合。傅之燕，哟，巧了。之燕，我不知道你也在。有位朋友告诉我，省博物馆最近有修复订单，让我带安杰来争取一下。争取订单？沈宁，你是不知道我在这个行业是什么地位，还是觉得你带着安杰来
就能从我手里抢活？我没有要抢你的活，我只是什么？只是觉得我宣布离婚了，沈家就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可以光明正大带着你的白月光出来接单了。不是的，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这儿。如果知道我在，你就不来了。你的意思是，你打算带着安杰偷偷结单，背着我？傅之燕，你别太过分了！宁宁只是带我来谈业务，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安杰，你是不是忘了，你跪在我面前扇自己耳光的场景了？那天是那天，今天是今天。傅之燕，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比什么？比修复！就在这省博物馆，当着陈馆长的面，我们各修一件文物，谁修得好，订单归谁。安杰，你别冲动。宁宁，你不用劝我，我今天就要证明给你看，我不比他傅之言差。你确定？确定。安杰，你知道你刚才说的话有多好笑吗？有什么好笑的？你敢不敢比？比？你连跟我比的资格都没有。你入行几年？拿过什么奖？修过什么级别的文物？安杰，算了，我们走吧。我不走。宁宁，你为什么要怕他？我今天就要证明给你看，我的能力不比任何人差。好，有骨气。既然你非要自取其辱，我成全你。陈馆长，麻烦您准备2件同时期、同材质、损伤度相近的文物，我们今天就在省博物馆当众比一场。傅老师，这放心，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好，我这就去安排。2件文物均为宋代青白瓷碗，年代、窑口、破损程度基本一致，修复时间2个小时。现在开始。粘接顺序、清理手法、釉面处理，从我这偷学了不少东西啊。傅之燕，怎么还不动手？是不是觉得自己赢不了了？就凭你？傅老师的修复节奏看着慢，但其实每一步都省了多余的工具。那个年轻人手法虽然快，但有些步骤明显是多此一举。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说。我真的不知道你今天在博物馆，如果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带安杰来。所以呢？所以，你能不能别为难安杰了？他年轻气盛，不懂事，你大人有大量。申宁，你是来替他求情的？我不是求情，我只是……只是什么？只是心疼你的白月光。沈宁，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滚一边去！别在这儿碍我的眼。我完成了。傅老师，您慢慢修，不着急，毕竟年纪大了，手脚慢也是正常的。宁宁，你看，我做到了。陈馆长，我的作品完成了，您可以看看我安杰修复的东西，不比任何人差。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澄清一件事。前几天有人造谣说我偷了傅之燕的作品参赛，今天我就是要证明我安杰有自己的能力，我不需要偷任何人的东西。他傅之燕能做到的，我安杰一样能做到，甚至做得更好。说完了。事实摆在眼前，我的修复作品就在这里，你有什么好争辩的？安杰，你真的觉得自己赢了？不然呢？我比你快了整整20分钟。
陈馆长，您看这件青白瓷碗我修复的怎么样？釉面光洁，器型完整，没有任何瑕疵。安杰，这就是你修复的成果。有什么问题吗？我问你，这件文物的胎体材料是什么？宋代青白瓷，胎体是瓷土加高岭土。那你用了什么材料进行填补？我用了现代高岭土混合。胡闹！这件青白瓷的胎体含有特殊矿物成分，根本不能用普通高岭土填补。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就敢上手修复？陈馆长，这是我的。傅老师，您这是？这件青白陶的胎体含铁量较高，所以我采用了特制的含铁胎泥进行填补，再进行2次釉面处理。安杰，你口口声声说不偷我的东西，但你连这件文物的基本材料都没搞清楚就敢动手修复，你知道你用了错误的材料会有什么后果吗？3年之内，你修复的地方会全部开裂，这件文物会被你彻底毁掉。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就敢上手，谁给你的胆子？这件文物被你毁了，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吗？这件宋代青白瓷碗市场价值80万，被你毁掉之后，连8万都不值了。陈馆长，这件事是安杰的错，我们一定会给您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其他事，我们先走了。站住！陈馆长，您是不是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可以重新修复，我保证这次一定。你误会了，我叫住你是要你赔偿这件被你毁掉的文物80万。80万？怎么？你刚才不是挺有信心的吗？说自己不比傅老师差，现在让你赔钱就赔不起了？刚才不是挺狂的吗？现在怎么怂了？没那个本事还敢挑战傅老师，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是自己不偷傅老师的作品，结果连文物材料都搞不清楚，笑死人了！陈馆长，这笔钱沈家会赔。那就好，沈总，希望您以后带人来接单之前，先掂量掂量对方的水平。省博物馆的文物不是给人练手的。送客！你放开我，我自己会走。等等，沈宁，记得赶紧把离婚协议签好送过来，我耐心有限。傅老师，今天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陈馆长，您跟我还演什么？傅老师，您这话是？沈宁和安杰是您故意放进来的吧？傅老师，我不用解释，我知道您是为了帮我出气，这份心意我领了。傅老师慧眼如炬，那个安杰前几天大赛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种人就该给他点教训。陈馆长费心了，镇馆之宝的修复方案我会尽快做出来，至于费用，给您打个8折。傅老师，这怎么好意思？朋友之间不用客气。好，傅老师，以后有用得着陈某人地方，您尽管开口。这个傅之燕架子也太大了。抱歉，让苏总久等了，路上堵车。傅老师客气了，我们也刚到。傅老师比我想象中年轻很多。苏总也比传闻中更加惊艳。傅老师，这杯我敬您，感谢您愿意见我。苏总，客套话就免了，说正事吧。傅老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苏家那件传家宝是一尊唐代金丝镶嵌白玉佛，是我太爷爷当年从海外重金购回的。听说过，那尊玉佛的镶嵌工艺极其复杂，用的是失传的唐宫金丝绕线法，全国能修的人不超过3个，所以我才3番5次来请您。费用我之前报过了，3000万。傅老师，3000万我拿不出来。苏氏集团浙省第1豪门，拿不出3000万，那是外人看到的苏氏，实际上苏氏这2年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接手的时候，账面上能调动的资金连1000万都不到。苏总，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降价？如果傅老师愿意帮出手修复，我愿意出100万，另加苏氏集团20%的股份。根据苏总所说，苏氏现在账面上连1000万的资金都拿不出来，20%的股份才能值多少钱？苏总，大家都是聪明人，你既然敢报出这个价格，肯定有谈成的底牌，直接亮出来吧。傅老师，如果您能修复好那尊玉佛，
我可以嫁给你。嫁给我？苏总，你这是在跟我谈生意，还是在侮辱我？我没有侮辱您的意思，我是认真的。苏总，你觉得自己很值钱？这省第一美女，苏氏集团总裁，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女人，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开口，任何男人都会跪下来答应？但你有没有想过，我傅之业凭什么要娶你？傅老师，我知道我刚才的话冒犯到您了，但请您相信，我是真心实意的。真心实意？苏总，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就敢说嫁给我？我调查过您，文物修复界第一人，傅家技艺的唯一传人，身家数十亿，行业资源通天，而且您对前妻沈宁5年如一日的付出，足以证明您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调查的挺清楚，那你调查到我是怎么对沈宁的了吗？苏总，我明白你的处境，苏氏内忧外患，你需要一个靠山，修复传家宝只是借口，你想通过婚姻绑定我，让我帮你稳住苏氏。是，但你有没有想过，我凭什么要帮你？和苏氏联姻对您也有好处，苏家的资源、人脉、渠道您都可以用。不够。那您想要什么？娶你就算了，修复费用我可以给你打5折。真的啊？别急，有3个条件。您说。第一，苏氏集团未来3年所有文物相关业务必须由我傅之言独家承接。可以。第二，我要苏氏旗下一处产业的使用权，地点和期限由我来定。可以。第三，你陪我1个月。傅之言，你怎么？刚才不是还说要嫁给我？嫁给我，陪我睡一辈子，现在只是陪我1个月就受不了了？我答应你。那就从今晚开始。不行，必须等你把玉佛修好之后。信不过我？你也信不过我，3个条件就是您的试探。有意思。好，就按你说的办。修好玉佛之后，3个条件同时生效。一言为定。明天我会派人来接你。苏总，你还好吗？我没事，只要能保住苏氏，只要能保住爷爷的心血，什么都可以忍。那个傅之言太过分了，不怪他，是我自己送上门去的。他怀疑我的动机，用这种方式试探我，很正常。1个月而已，很快就过去了。之夜，你回来啦。谁他妈让你进来的？赶紧给我滚！知夜，你别这样，我今天是真心来跟你道歉的。道歉？穿成这样来道歉？我只是想让你开心。让我开心？沈宁，你穿了5年的保守睡衣，连领口都不肯递1寸，现在倒是什么都肯穿了。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够好，我改，我都改，好不好？晚了。之夜，你到底要怎样才肯原谅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沈宁，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你做什么，我要的是离婚。我不离，由不得你。傅之夜，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做错的事我自己承担，你冲我来，别牵连沈家。冲你来？你觉得自己值几个钱？你沈宁值沈氏集团10几个亿的资产吗？我告诉你，沈宁，沈家的一切都是我给的，我现在要拿回来天经地义。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冲你来？那我就不离婚，只要我不签字，你就别想甩掉我。沈宁，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签字离婚，沈家还能体面收场，否则这事儿闹到法院，到那时候沈家就不是破产那么简单了，是身败名裂。傅之言，你以为这样就能逼我签字？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怀孕了。
我怀了你的孩子。如果你非要离婚，这辈子都别想见到他。你说什么？我的孩子，你怎么证明是我的？你觉得我会拿这种事儿骗你？就算真是我的，沈宁，你以为用一个孩子就能绑住我？我告诉你，我傅之燕这辈子绝不会让我的孩子有一个出轨的妈。傅之言，你就这么绝情？喂，物业吗？我是1号别墅的业主，有人闯进我家里，麻烦派保安来把人带走。你叫保安赶我走？不然呢？让你继续赖在这儿？傅先生，把人带走，以后这个女人不许再放进小区。傅先生，这位女士好像受伤了，她自己摔的，带走。傅之言，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旧情，沈宁，从你给我戴绿帽子的那天起，我们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到底做了什么？宝宝，你爸爸不要我们了。傅之燕，是你逼我的。既然你非要离婚，那就都别好过。老板，出大事了！什么事儿？沈宁在网上发了一条视频，现在已经冲上热搜第1了。什么视频？他在视频里说您抛弃妻子，说他怀了您的孩子，您不仅不认，还把他打伤赶出家门。视频里他额头上的伤很明显，一直在哭。现在网上的舆论一边倒，全在骂您，热搜已经爆了。傅老师，请问网上关于您抛弃妻子的爆料是否属实？傅老师，沈宁女士说她怀了您的孩子，被您赶出家门，还遭到您的暴力对付，请问您怎么回应？傅老师，有人拍到了沈宁女士额头受伤的照片，是否为您所致？傅老师，您和沈宁女士的离婚原因到底是什么？安静！你们想问的，我一个个回答。但在那之前，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沈宁说是我提的离婚，没错，但她有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离婚？因为他出轨，他带着他的白月光安杰拿我的修复作品去参赛，被我发现后当众打了我一巴掌。傅老师，你有证据吗？全国文物修复大赛的现场视频，网上到处都是，自己去搜。找到了。那沈宁女士额头上的伤是昨晚她穿着情趣内衣闯进我家求我别离婚，我让她走，她赖着不走。争执中她自己撞到了鞋柜。小区的监控录像和保安出勤记录我已经让律师去调取了，到时候会公布。那孩子呢？沈宁女说她怀了您的孩子。沈宁说孩子是我。好，我傅之燕今天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把话说清楚。我等她把孩子生下来，到时候做亲子鉴定。如果孩子是我的，我和她和平离婚，孩子的抚养权归我。她沈宁这辈子别想再见到孩子一面。太狠了！如果孩子不是我的，到时候我会让沈氏集团倾家荡产，身败名裂。我傅之燕说到做到。傅老师，您这话是不是太绝了？傅老师，您和沈宁毕竟5年夫妻。我的话完了，让开。有意思。傅老师，上车吧。傅老师好手段，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把被动变成主动。亲子鉴定这步棋把沈小姐逼到了墙角。苏总专门来接我，就是为了夸我。我只是好奇，如果孩子真是你的，你打算怎么办？你觉得可能是我的吗？不像。连你一个外人都看得出来，沈宁却以为能用这种手段绑住我。那你还给他机会？给机会？我是要让他自己把自己逼死。孩子生下来，鉴定出来不是我的，到时候他沈宁连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没有。你真狠。狠，苏总，
你今天来接我，不是为了跟我讨论沈宁的吧？带路吧，去你家修复传家宝。修复材料我已经按您的要求备好了。材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迫不及待想看看这省第一美女衣服下面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傅之燕，你能不能正经一点？我很正经，3个条件是你自己答应。修好玉佛之后陪我1个月，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没说要反悔，但你最好记住，在你修好玉佛之前，你碰都不能碰我。知道了，开车吧。二叔，这就是你请来的修复师？是的，傅之叶傅老师，国内文物修复界第一人。第一人。今天早上热搜我看了，抛妻弃子，打伤怀孕的妻子赶出家门，这种人也配碰我苏家的传家宝？苏二叔是吧？热搜上的事儿，我刚才已经在媒体面前说清楚了，信不信由你。我不管你怎么说，苏家的传家宝不能让你这种名声败坏的人碰。二叔，傅老师是我请来的，修复传家宝的事儿，爷爷已经交给我全权负责了。交给你？婉晴，你年纪轻，容易被骗。这个傅之燕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修复界比他强的人多了去了。比我强的人，比如呢？我已经请了真正的修复大师来，人马上就到。来了。周大师，您可算来了。苏先生客气，苏家的传家宝，老夫早就想一睹真容了。周德海，北方修复界的老前辈，资历很深。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这个老废物。20多年前拿了全国金奖后，就再没什么长进了。这位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不用理会。周大师，您请。周大师，这就是我们苏家的传家宝——唐代金丝镶嵌白玉佛。这尊玉佛的金丝镶嵌工艺确实是唐代的绕线法，脱落程度比我想象的严重。能修吗？老夫修复文物40年，还没有修不了的东西。不过，修复过程中需要绝对安静，闲杂人等请回避。周大师，傅老师是我请来的，他也是修复师。哦，年轻人，你也懂修复？略懂。那你就在旁边看着吧，长长见识。看到了吗？这才叫专业。你请的那个，从头到尾连句话都不敢说。金丝重新固定的工序完成了，接下来只需要等固定剂完全固化，再进行表面处理即可。周大师果然名不虚传。周大师，你用的固定剂是欢杨树脂吧？不错，欢杨树脂粘结力强，固化后透明度高，是目前修复金器最常用的材料。最常用？周大师，你修复了40年，难道不知道唐代金丝镶嵌工艺用的是热熔金焊？金丝和玉体之间本来就有微米级的空隙，您用换氧试纸填充进去，表面上把金丝固定住了，但树脂固化后会收缩，3个月之内，这些金丝会全部崩开，到时候这尊玉佛的金丝镶嵌就彻底毁了。胡说八道！老夫修复金器40年，经手的唐代金器不下100件，你一个毛头小子凭什么质疑我？凭我是傅之燕。傅之燕？傅氏修复世家的那个傅之燕？看来周大师听说过我。就算你是傅家的人，也不能信口开河。你说我的方法不对，那你来修。我正有。这是什么？傅家祖传的微焊工具，专门用来修复唐代金丝镶嵌工艺。唐代的金丝镶嵌不是用胶粘的，是用微焊接技术。金丝和玉体之间原本有7个焊接点，修复的关键不是把金丝粘回去，而是找到原来的焊点，重新熔接。第1根金丝修好了。
焊点全部接上了，金丝和玉体的贴合度比原件还要完美。怎么可能？傅老师，老夫心服口服，傅氏修复技法果然名不虚传。今天老夫受教了，告辞。苏二叔，您请来的周大师还需要继续修吗？二叔，现在您还有什么话说？是我看走眼了，傅老师，对不住。谢谢。不用谢，我答应你的事自然会做到，希望你答应我的事也能做到。剩下的修复还需要3天，3天之后，这尊玉佛会完好如初。你真的只是一个修复师吗？不然呢？好了。太完美了，就像从来没有损坏过一样。傅家的手艺从不让人失望。傅老师，修复费用我会按约定支付。另外，那3个条件从今天开始生效。第一，苏氏未来3年所有文物业务由你独家承担，合同我已经让法务拟好了。第二，苏氏旗下产业你任选一处使用。第三，我陪你1个月。苏婉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如果今天修好这尊玉佛的是别人，你也会答应这3个条件吗？会吗？不会。因为我调查过你，不是因为你是修复界第一人，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对沈宁5年如一日的付出我都知道，你对背叛玲珑沈的态度我也知道。你这个人爱的时候倾尽所有，恨的时候不留余地，所以我才敢把自己压上去，因为我知道只要你答应了就不会反悔。走吧，送我回去。第3个条件你还没说什么时候开始。等我心情好的时候。之言，需要我先回避吗？不用。之言，我给你炖了汤，你以前最爱喝的排骨汤。沈宁，你在网上发视频诬陷我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你现在又跑来干什么？我不是诬陷你，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怀孕了，孩子真的是你的。那就等亲子鉴定出来再说。他是谁？跟你没关系。傅之燕，我怀着你的孩子来给你送汤，你却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我跟谁在一起，需要向你汇报。沈宁，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有签字。我已经申请走法律程序了，你不签字，法院会判。别再来找我了。等孩子生下来，拿着亲子鉴定来见我。在那之前，我不想再看到你。有时候我在想，你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做修复师？不然呢？你可以赚很多钱，可以拥有很高的地位，但你只是一个人待在这间工作室里，对着破碎的东西一点一点把它们修好。人也好，东西也好，碎了就是碎了，修复的再好，裂痕也永远在。但至少修好之后，它还能继续存在下去。3个条件：第一，苏氏的文物业务独家合同我已经让法务送过来了；第二，产业使用权
你什么时候选好，什么时候告诉我。第三，从现在开始，我陪你1个月，你可以对我提任何要求。你就不怕我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怕，但我苏婉晴答应的事儿，从不反悔。今晚陪我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紧张？不紧张，不紧张。手在抖。傅之燕，你不用试探我，我既然答应了，就不会退缩。你想做什么，直说就是。对，今晚就只是吃饭。只是吃饭？陪我吃一顿饭，没有手机，没有工作，没有别人，就我们2个。怎么，失望了？没有。那就好好吃饭。之燕，你来了，我给你做了早餐，是你以前最爱吃的虾仁馄饨，我早上5点就起来包的。沈宁，我上次说的很清楚了，在孩子生下来亲子鉴定出来之前，不要再来找我。我知道你还在生气，没关系，我可以等，但这段时间让我照顾你好不好？就当是弥补我以前对你的亏欠。你以前从来不进厨房，5年了，你连1碗面都没给我煮过。所以我改了，之姐，我真的改了。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给你看。不用了。老板，沈宁又来了，这次是午餐，4菜1汤，说是他亲手做的。扔了。已经是第5天了，每天的菜都不重样。说真的，您打算一直这么晾着他？你觉得他是真心的？不像，5年都没做过的事儿，要离婚了突然开始做，太刻意了。连你都看出来了，他沈宁还以为自己在演得多秉真。那您打算怎么办？让他演，演得越久，破绽越多。之燕，我给你泡了咖啡，你以前最喜欢喝的手冲，我专门去学的。沈宁，你每天跑来这里送饭送咖啡，不累吗？不累，照顾你怎么会累？安杰呢？你不管他了？我跟安杰已经没有联系了。之燕，我知道以前是我糊涂，我现在只想好好弥补你。行，那你说说，你打算怎么弥补？我可以每天都来照顾你，你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家里的卫生我也包了，还有……沈宁，你说的这些，保姆都能做。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些。那你要什么？我要你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承认你在网上发的视频是诬陷我，承认你和安杰的关系，承认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我没有诬陷你，孩子真的是你的。沈宁，你觉得我会信你这种鬼话吗？真想证明自己的清白，那现在就去做羊水穿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你在赌，赌我心软，赌我等不了那么久，赌我会在亲子鉴定之前就原谅你。不是的，真的不是。咖啡拿走，明天的饭也不用送了。你想演贤妻良母，去找安杰演，我这里不需要。傅之燕，你到底要怎样才肯相信我？怎么样都不会。我专门去做了羊水穿刺，鉴定结果出来了，孩子是他的。傅之燕，你可以恨我，可以不要我，但你不能不认你的孩子。你要的证据，我给你了。老板，
他这是要逼死你 ，DNA 报告都敢伪造，他疯了。林薇，查这家机构的报告用纸是什么材质？纸？查不到公开信息，但华康的报告用纸是定制的，供应商是一家造纸研究所。老周，我傅之燕，华康基因的报告用纸是不是你们所定制的？傅老师，是，那批纸是我们和德国合作的特种防伪纸，全国就3家机构在用。防伪点在哪儿？纸浆里嵌了纳米2氧化硅颗粒，紫外光下会显示3色渐变荧光编码。每家机构的编码算法不同，华康那批荧光码是4角号码转2进制再加密的。假纸做得出来吗？做不出来，那层纳米颗粒的排列算法是保密的，造假的人连这种纸都买不到。明天开直播。直播什么？鉴定。沈宁昨天发布了一份 DNA 亲子鉴定报告，报告出具机构是华康基因检测中心。今天不讨论采样程序是否合法，不讨论头发样本是否有效，也不讨论他为什么不等到孩子出生做更准确的产后鉴定。我只做一件事，证明这份报告是假的。华康基因的正式报告用纸是定制的特种防伪纸，纸浆中嵌入了纳米级防伪颗粒。真的报告在紫外光下会显示3色渐变荧光编码，假的什么都不会有。沈宁，你造假的时候应该先研究一下这家机构用的是什么纸。用紫外灯照一下就知道是假的。傅之燕是修文物的，鉴定假纸是他的专业。华康基因发声明了，从未出具过沈宁的 DNA 报告，报告用纸确为防伪纸。沈宁，假怀孕不够，还要假 DNA， 你到底假了多少东西？老房子，你妈名下的，转给你了。爸，我问你一句话，5年，傅之燕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没数吗？从现在起，你和沈家没有关系了。今天上午，7家公司同时发函终止合作。这7家占我们文物业务60%，不止，他们一撤，剩下的也会跟风。归根结底是因为傅之燕，他当初放话和沈氏合作的企业一律不接单，现在沈宁又闹出假鉴定的事儿，谁敢沾沈氏？沈董，现在必须和沈宁公开切割，以集团名义发声明。法务部准备应对解约赔偿，财务部把能变现的资产列清单。沈董，您这是准备清算了？散会吧。 80万，连本带利120万，今天是最后期限，宽限几天？我手上有单子，修完能拿30万。30万，你欠的是120，拿不出来也行。老板说了，你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还。什么方式啊？你不是会修文物吗？老板有一批货需要手艺好的人处理，你接了，欠债一笔勾销，以后长期合作。货在哪儿？明天会有人联系你。老板，北方修复协会寄来的，加急。周德海，就是上次在苏家被我打脸那个。其他4个，他的师兄弟，北方五老，20年前退隐，再没公开露过面。退隐是因为老了？是因为没什么进步了。败阵怎么样？不重要。
这件当年碎了之后，找遍全国没人敢修。北方五老也看过，结论是修不了。我知道。你要带这个去？切磋嘛，得有一件双方都能上手的东西。告诉他们时间地点我定，下月初8，地点国家博物馆修复大厅。国博，那是修复界最高殿堂。他们5个当年申请国博修复师全都被拒了。我知道。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在国博修复大厅里把这件元青花修好，我傅之印当众认输，从此金盆洗手。如果他们修不了呢？先问问他们敢不敢来。切磋器物：元代青花梅瓶残件破碎41块，北方五老先行修复，时限3小时。若修复完成且评定合格，傅之燕当场认输，从此金盆洗手；若放弃或不合格，北方五老从此闭口不言修复2字。傅之言，我们5个加起来200年的修复经验，你确定要赌这么大？钱老，这件元青花，您5位当年看过之后给出的结论是什么？您5位当年的结论是碎裂过于严重，修复后无法保证釉面完整度，建议不做修复。3年过去了，结论变了没有？这件元青花，我们当年确实修不了。今天你把它拿出来，不是为了让我们修，是为了让我们当众承认自己不行，对吧？好，我代表北方五老承认这件东西我们修不了。但我有一件事要问清楚，你把我们叫到国博，让我们承认修不了，然后呢，你能修吗？周老，您刚才问我能不能修，我不用3个小时，给我20天，这件元青花会完整的站在这个展厅里。老板，您刚才当众修复那3片的时候，万一没对齐怎么办？修文物没有万一。婉晴，这是家族元老会的决议，苏氏集团的管理权需要重新分配。理由？你上任2年，苏氏股价跌了12%，海外业务萎缩了1/3。婉晴，不是你二叔为难你，苏氏是家族产业，不能让你一个人说了算。你爷爷把集团交给你的时候，我们都没说话，但现在怎么了？现在你连传家宝的修复都要用集团股份去换。傅之燕拿走了苏氏20%的产业使用权，这是拿苏家的祖业换你一个人的面子。二叔，传家宝是我太爷爷从海外购回的，修复它是爷爷交给我的任务。你反对修复，是因为你想把它卖出去。你，传家宝在苏家5代了，你找过3个买家，出价最高的112，对吧？你查我？你卖苏家的东西，还问我为什么查你？3天后股东大会，让所有股东来决定。消息传得挺快，你二叔找了5家股东，承诺只要支持他，就分拍苏氏最值钱的资产变现。我知道。你手里还有多少票？差3票。3天后，我去。你来干什么？苏氏产业使用权人有权立席股东大会。撑住，别让你爷爷的东西落到外人手里。
傅之言，这是苏氏股东大会，你来干什么？苏氏集团产业使用权人傅之琛，根据合同条款，有权列席股东大会并发表意见。20%的产业使用权，婉晴，你把苏家的产业白送给他。合同是我签的，有问题？没问题，但他只有使用权，没有投票权。我不需要投票。我今天来只说一件事：今天投票支持苏婉晴的股东，我傅之战承诺可以帮他免费修复一件文物，无论年代，无论破损程度。免费修复？他修一件的市场价是1000万起步。上次沈博那件战国青铜错金壶，光修复费就收了2000万。我改票，我投苏婉晴。你们一件修复就收买你们了？苏总，不是收买，是傅之燕的手艺，有钱都买不到。投票开始。靠外人赢了我不算本事。商场上只有输赢，没有算不算。你为什么帮我？我不是帮你，我是拿回我该拿的东西。什么东西？苏氏20%的产业使用权，如果苏正业上台，他会第一时间废掉这份合同。我不做亏本的买卖。刀疤哥，人带来了。你就是安杰？是。听说你欠了120万。是。修好它，欠债一笔勾销，以后跟着我干。这件东西有土沁，是刚出土的。这是盗墓出来的，修复走私文物，抓到是10年起步。你现在出去，门口就有人等着收你的120万，2条路，你自己选。给我3天。加油，可别让我失望。120万，修完这件就还清了。傅之琛，这一切都是你害的，总有一天我会100倍、1000倍的还给你。东西哪来的？家传的，传了4代了。传了4代，底部还有湿土。这件东西出土不超过3个月，出土地应该是玉溪一带。傅老师，您要是不想接，直说，不用。修复费多少？1000万，现金。喂，文物稽查支机队吗？我工作室有一件东西需要你们来看一下。你坐。稽查队20分钟到，你现在跑，罪加1等。傅老师，这件东西和上周我们追查的一批盗墓文物风格一致，出土地应该是玉溪。不止这一件，还有同批出土的应该有一件青铜椁，器身有横贯裂纹，修复难度比这件高。那件椁在谁手里？查他。傅之燕，你不接就不接，为什么要回我？你拿走私的东西来找我修，
你是不是觉得我和你们一样脏？傅之燕，算你狠！这件事没完！不许动！目标上了屋顶，重复，目标上了屋顶。安杰，别再打给我了。120万，就120万。老板，安杰跑了。跑不远。稽查队说，那件青铜尊他修了一半，手法粗糙，器身有3处2次损伤。他以前偷学我的手法，学了个皮毛，就以为自己能修天下所有东西。修文物不是学几手技法就够了，心不正，手就不稳。沈宁女士，你名下账户有一笔50万的转账记录，转出方式正在被调查的走私集团关联账户，需要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谁转的？安杰，以你的名义开的账户，你是账户持有人。我知道了。办手续，多少钱都行。沈总，取保候审问题不大，但媒体那边……媒体的事我处理。沈宁女士，请问你和安杰的走私案有什么关系？50万转账是你经手的吗？傅之燕举报的走私案，你知道吗？你假怀孕、假 DNA， 现在又卷入走私案，你后悔吗？后悔有用吗？沈董，今天收盘，沈氏股价跌了37%，3家机构投资者要求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告诉他们不用开了。什么意思？准备破产清算的材料。沈董，真的到这一步了吗？监控修好了吗？还没来得及。尽快安排人修好。老板，要不要报警？报。让警方来取证，取证完了把门擦干净。傅先生，从威胁内容看，应该和您之前举报的走私案有关。我们会加强周边的巡逻，但这伙人流动性很强，抓到需要时间。多久？不好说。知道了。老板，您说这行干到这个份上，值吗？坡七的事我听说了。那伙人不是普通的走私集团，刀疤脸背后还有人，你挡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会一直盯着你。所以呢？所以能不能暂避一下，哪怕1个月，等风头过去。苏婉晴，我问你，如果今天被威胁的不是我，是苏氏集团，你会躲吗？那是2回事。是一回事。我要是躲了，以后这个行业里谁还敢碰来路不明的东西？没人敢碰，就会有人偷偷碰，1个人碰10个人碰，最后所有来路不明的东西都流进这个市场，
到那时候，修复师就不是修复师了。是什么？是帮凶。我太爷爷站在地窖门口的时候，不是因为不怕死，是因为他知道，他退了，那些东西就没了。100年、200年、1000年的东西就没了。我不退，不是因为我不怕，是因为我退了，这行就烂了。那我留下来。我不是帮你，我只是还你上次帮我的人情。今天把各位叫来，只为一件事。傅之燕，苏总，傅之燕这人的确狂，但他是真有本事，我们几个加起来也不是他对手。我没让你们跟他比手艺，这是过去2年因为傅之燕拒绝结单而损失的修复订单，一共143件，涉及的金额8亿4千万。他一个人断了这么多人的财路？不止，他在省博公开说，任何和沈氏合作的企业，他一律不结单。你们想想，他一个人决定整个行业谁有饭吃，谁没饭吃。凭什么？手艺好就能搞垄断？所以我把各位叫来，咱们单打独斗不是他对手，咱联合起来呢？怎么联合？抵制，公开声明，联合抵制傅之燕。他破坏行业生态，断了大家的活路。只要声浪够大，自然有人出来管他。苏总，抵制他容易，但他背后有傅家的招牌，有那么多大客户。大客户在乎的是谁能给他们修东西。只要让市场觉得傅之燕不再是唯一的选项，自然有人转头找你们。各位，傅之燕断了你们的财路，今天是你们自己把路抢回来的时候。老板，国家文物局的函。秦代铜车马上个月在咸阳出土，全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最关键的部分是车马机关，完全修死，没人敢动。文物局指明要您主持修复。什么时候开始？下周，启动仪式在咸阳，文物局领导央视全国媒体都会到。老板，那个联合抵制的声明今天还在热搜上挂着呢。国家文物局指明让您主持国家级的项目，他们抵吃了个寂寞。林薇，你知道这份文件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您是国家认证的。不是，意味着那17家联名抵制的人，从今天起，连参观这个项目的资格都没有。秦代铜车马是近年来我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经国家文物局研究决定，委托傅之言同志担任本次修复项目的主持专家。他怎么拿到的？国家级项目，谁敢抵制？这件铜车马我会修好，时间3个月。修复期间不对外开放，不接受采访，不接受任何人情。之前有人问我，凭什么决定谁有饭吃，谁没饭吃？我现在回答：凭我修的是国家级文物，凭我修的东西，100年后还有人看，而有些人修的东西，100天后就裂了。拍进去再说，国家级项目能蹭上名字就行。他总不能当众赶人吧？不好意思，您不能进。为什么？名单上有您的名字，之前签过抵制声明的不在本次项目参与范围内。那是行业声明，跟国家项目有什么关系？签的时候，你没想过今天。傅之燕，你别太过分，这是国家项目，不是你个人的。国家项目更不能用抵制过项目主持人的人，这是规矩。签过抵制声明的，不用排了。
老板，17家联名今天来了11个，全被挡了，有人在外面骂。骂什么？骂您公报私仇。公报私仇？他们抵制我的时候说的是行业大义，我拒绝他们的时候就是公报私仇。一样的规矩，只是挨打的人换了就受不了了，真是可笑。傅老师 ，X 光片显示机关内部的叠层结构完全锈死了，7层金属片锈成了一整块，任何拆解都会导致整体碎裂。我们用了碾窥镜确认内部没有任何可操作的间隙。这种情况国内没有先例，国际上也没有。傅老师，您怎么看？拆不了就不拆，不拆怎么修？机关不激活，整个同车马的修复就没有意义。傅老师，我建议请德国专家，他们处理过类似的罗马战车机关，有经验。中国的文物不需要外国人教怎么修。可是2000多年前做这个机关的秦代工匠是中国人，2000多年后修它的人也应该是中国人。给我7天。7层，锈成一整块，不能拆，不能敲，不能熔。秦代人做机关用的是热铆接，铆钉加热后嵌入，冷却后收缩锁死。热胀冷缩，他们用热装上去的，那自然也能用热取下来。苏总，老板说了，谁也不见。我不是来见他的，放门口就行。巧者何之？巧者何之？看来他又是一口没动，饭都馊了吧？第几天了？刚好7天时间。秦代工匠制造这个机关，用的是热铆接工艺，铆钉加热到300度左右嵌入，冷却后收缩，锁死7层碟片。2000多年，锈层把7层碟片锈成了一整块，但铆钉和碟片之间有微米级的间隙，锈进不去。加热到铆钉的原始嵌入温度，铆钉膨胀，间隙升开，锈层的结构就会松动。锈层松动之后，用微焊头逐层剥离，不拆解，不破坏，只是把2000年的锈一层一层还给时间。好了。哦，哎呀，傅老师，您怎么做到的？不是我做到的，是秦代的工匠在2000年前就留好了办法，我只是读懂了。他们用热装上去的，我用热取下来，就这么简单。7天，每天都换。怕你出来的时候吃凉的。话说，你让我陪你1个月的条件，就只是第1天吃了顿饭，要延期吗？老板，欧洲修复协会寄来的《欧洲文物修复期刊》关于秦铜车马修复的论文。约稿。要求呢？他们希望您详细阐述机关修复的技术原理，
这是中国修复师第一次被欧洲顶刊主动约稿。写。老板，论文发表了，但是德国国家博物馆的首席修复师汉斯·穆勒，他公开质疑您的方法，说热胀冷缩法违反修复伦理，是在用破坏的方式修复。他说我违反修复伦理，他的修复伦理是什么？他主张任何修复都必须可逆。您用的热胀法，铆钉冷却后重新收锁锁死，这个过程不可逆。秦代工匠做这个机关的时候用的就是热铆接，2000年前就不可逆了，所以我的修复只是让它回到它本来的样子。他说的可逆是要让文物回到他想要的样子。他想教我修中国文物，他连这件东西是谁做的、怎么做出来的都没搞明白。老板怎么回应？不回应。不回应？去欧洲，我当面打他的脸。听说你要去欧洲？汉斯·穆勒，德国国家博物馆首席修复师，欧洲修复协会的副会长。你去了就是进他的主场。所以呢？所以我去，不是陪你，是苏氏正好要拓展欧洲市场，顺路。顺路？顺路。随便你。一个人，连翻译都没有。傅先生，欢迎来到欧洲，我是修复协会的，请跟我来。傅先生，这是下马威，地方不错。不错，修文物不需要聚光灯，有桌子就行。什么时候开始？明天上午，欧洲修复界的同行都会到场，希望傅先生的演示对得起这个地下室。汉斯先生，你知道中国有句话吗？什么话？庙小神灵大。地方是你选的，东西是我带的。明天见。地下室一个人都没派，连翻译都没有，他是想让你知难而退。我知道。那你明天……东西在，人在，桌子在，就够了。修了200年东西的人不挑地方。Was er vorhält. Mr. Fu, you may begin. 没有固定架，他打算用手拿着修，连放大镜都不用，太不专业了。他在清理绿锈，不对，他在保留绿锈的同时露出金属端面，这怎么可能？绿锈和金属的硬度完全不同。好了。谁还想检查 Est-ce que je peux vérifier? La largeur de la soudage est inférieure à 0,1 mm et la jonction de la rouge verte est parfaitement alignée. Mr. Fu, core principle of your thermal expansion method is to heat the rivets to make them expand and loosen the rust layer, but this process is irreversible. How do you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of destructive restoration? 汉斯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请问秦代工匠制造这件铜车马时用的是热铆接工艺，铆钉加热嵌入，冷却后收缩锁死，这个过程可能吗？2000年前它被制造出来的那一刻就是不可逆的。我的修复
不是让它变成可逆的东西，是让它回到它本来的样子。你说的可逆是要让文物回到你设想的状态，我说的修复是让它回到它自己的状态。这件青铜鼎足断了2000年，今天它完整了。如果有人觉得这是破坏，那就当我是破坏吧。Excuse me. Is the tool set Mr. Fu used a family heirloom of the Fu family? 是。Can that tool set repair everything? 不是工具厉害，是用工具的人。After discussions by all directors of the association, we have unanimously decided to formally apologize for the reception arrangements afforded to Mr. Fu Zhiyun yesterday. Mr. Fu, please. Yesterday, someone asked me if my Repara Penfit is reversible. 我说不可逆，因为文物本身就是不可逆的。一件青铜器从它被铸造出来的那一刻起，它在氧化，在锈蚀，在变得和昨天不一样。你不能要求它永远停留在2000年前的样子，你也不能要求修复师把它变成你希望的样子。修复不是把文物变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让它回到它本该有的样子。华国修复师从来不缺这份敬畏，对时间的敬畏，对原作者的敬畏，对器物本身的敬畏。谢谢。起立鼓掌。欧洲修复协会荣誉顾问汉斯全程没抬头。你赢了，怎么不笑？赢他不是目的，让他知道华国的文物修复师所坚守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大英博物馆、卢浮宫、梵蒂冈博物馆3家同时发函邀请傅先生主持修复各自馆藏的中国文物。大英博物馆唐代3彩骆驼，卢浮宫元代罗甸漆盘，梵蒂冈明代景泰蓝熏炉，全是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告诉他们可以接，但我有一个条件。傅先生请讲。修复完成后，这些文物必须在中国的博物馆展出，至少1年。这个需要和各家博物馆协商。那就协商好了再来找我。我修的是中国的东西，中国人得能看到。苏女士，欧洲3大拍卖行愿意与苏氏集团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东方艺术品鉴定和修复业务全部交给苏氏。条件：傅之燕先生担任首席鉴定顾问，他的名字要出现在合作协议的第1页。他的名字本来就该在第1页。国际文物修复权威榜单更新了，你进了前3。第1是谁？没有第1，前3并列。你，汉斯·穆勒，还有一个日本人。让一下！傅老师，欧洲修复协会授予您荣誉顾问，这是中国修复师第1次获得，您有什么感受？傅老师，3大博物馆同时邀请您主持修复，您接了吗？傅老师，国际榜单把您列为世界前3，您觉得您排第几？感想没有，邀请接了，排第几不重要。傅老师，网上说您是为国争光，您怎么看？修了几件中国的东西，拿回中国来展出，分内的事。老板，您上飞机那10几个小时，国内热搜第1一直是傅之业为国争光，到现在还没下来。沈氏那边怎么样了？沈氏集团总部昨天贴了封条，人去楼空。沈建国上周第3次住院，刘芳在变卖首饰。沈小姐，没人知道她在哪儿。知道了。你脖子上那条呢？
卖了。项链、镯子、耳环、戒指，全卖了，够1个月的医药费。跟了我40年，最后让你卖首饰。别说这些，东西没了可以再买，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每一个都打不通。你来干什么？来看你。看完了？爸，我去找过他了，他不见我。他为什么要见你？你拿假的 DNA 亲子鉴定报告陷害他的时候，想经过铁吗？5年，傅之言对你怎么样？对你太好了，好到你忘了，他不是欠你的。走吧，以后不用来了。沈小姐，老板不会见你的。我知道。那你来干什么？老板，他来干什么？告别，以后他再来，不用跟我说。是。你怎么进来的？给我钱！什么？我要跑路，给我钱！我没有钱。你是沈家大小姐，你没有钱？沈家没了，我爸在医院，我妈的首饰全卖了，我没有钱。那就去借。我借不到。那他们就去卖你那套老房子，你爸过户给你的。你怎么知道老房子的事儿？安杰，你一直在盯着我。盯着你怎么了？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跑不了，你也别想干净。一条绳上的蚂蚱，安杰，从头到尾是你把我拉下水的。假 B 超是你找的人，假 DNA 是你买的纸，走私集团的账户是你用我的名字开的。那50万你也花了？我花了1分钱吗？那笔钱到账第2天就被你转走了。滚！沈宁，你别后悔，我要是被抓了，第一个供出你。你去曝光，反正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但你会把牢底坐穿。咱俩没完。如果时间能倒流该多好。傅之言，我后悔了。别动，老实点。傅先生说的果然没错，这家伙走投无路，肯定会来找沈宁。傅之言，又是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苏正业先生，您今天要爆料的是关于苏氏集团现任总裁苏婉晴的内容。是。
这是我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的一份协议副本。苏婉晴为了请傅之燕修复苏家传家宝，答应了傅之燕3个条件。什么条件？前2个是商业条款，第3个，苏婉晴陪傅之燕1个月。您的意思是，苏总用身体换资源？我不做解读，白纸黑字，大家自己看。苏氏集团总裁塌房，苏婉晴陪睡换资源，傅之燕3个条件。苏总，媒体爆料的内容，董事会需要你做出去解释。解释什么？协议第3条的真实性，是否存在不正当交易？苏总，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苏氏是上市公司，今天开盘股价已经跌了9%。如果第3条属实，董事会有权启动罢免程序。第3条是什么内容？傅之言最清楚。那就请傅之言来说清楚。你们可以问他，今天的会我只有这一句，问傅之燕。傅之燕，你会怎么回复这场舆论呢？老板，苏正业把协议第3条公开了，舆论已经完全失控。苏婉晴那边董事会今天召见了他。我的账号密码。什么？个人社交账号，现在登录。苏婉晴的3个条件：第一，苏氏文物业务由我独家承接；第二，苏氏遗储产业的使用权；第三，陪我参加一场国际峰会。谁在编故事？法院见。老板，您截图、转发、扩散。明天天亮之前，我要让这条动态挂在热搜第1。第3条是陪他参加峰会。苏正业把参加峰会解读成陪睡，这老东西也太脏了。傅之燕亲自下场了，这条动态10分钟转发破10万。苏正业完了。傅之燕的声明大家都看到了，第3条的真实内容是陪他参加一场国际峰会。苏正业先生，你公布的协议副本上为什么只有陪我1个月5个字？那是他事后改的啊！原来的协议。苏先生，你提交的协议副本，董事会已经委托第3方鉴定机构做了笔记和纸张年代鉴定，鉴定结论，协议第3条的原始文字与你提交的副本不符，副本被篡改过。苏正业先生，董事会发起投票，议题罢免苏正业在苏氏集团的一切职务。你靠外人赢了我，不算本事。商场上只有输赢，没有算不算。苏总，那几家之前答应联手的股东全部撤了，电话都不接了。妈的，一群墙头草！苏总，上次抵制的事你也看到了，国家文物局指明让他主持项目，咱们的抵制就是个笑话。上次是上次，这次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傅之燕这5年拒绝过多少人，你们数过吗？被他在省博当众打脸的修复师，因为他的封杀令丢了生意的商人，沈氏倒了之后，那些跟着沈氏吃饭的人。苏总，您到底想说什么？一个人扳不倒他，一群人呢？
他把你们一个个拒之门外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联合起来？苏总，您是想……不是抵制，是围剿。5件东西同时送到他面前，每一件的委托人都是这个行业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修复费2个亿，他接我们就拿到了他的把柄，他不接，得罪的就是5个委托人背后的整个利益链。各位，傅之燕最大的弱点不是他得罪了谁，是他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这一次让他无路可走。老板，今天上午5家机构同时送来修复委托，人都在外面等着。第1件，东汉错金铜镜，委托人江北最大的古玩商。第2件，南宋龙泉青瓷凤耳瓶，委托人南方文物投资基金的合伙人。第3件，西周玉昭，委托人前文物局退休领导。第4件，元代剔红漆盘，委托人海外回流文物协会副会长。第5件，寨国错银代沟，委托人国内排名前3的私人博物馆馆长。修复费加在一起2亿3千万。老板，这5个委托人随便哪一个都是行业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送到绝不是巧合。当然不是巧合，苏正业的手笔。那您……东西留下，人让他们回去。您要接？东汉错金铜镜，来源传世，传世没有出土记录，没有流传注录，来历不明。南宋龙泉青瓷，海外回流，回流没有海关记录，没有文物局批文，来历不明。西周玉章，来源私人收藏，没有鉴定证书，来历不明。元代剔红漆盘，同上。战国错银代沟，同上。老板，1件都不接？1件都不接。可是那5个委托人……林威，委托人名单记下来。江北古玩商，南方基金合伙人，前文物局退休官员，回流协会副会长，私人博物馆馆长。记下来了。然后呢？通知他们，这5件东西傅之燕不接，以后他们的任何东西傅之燕不碰。老板，这是5个行业最顶层的人，同时拒绝，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从今天起，这5个人和他们的东西都不在我的世界里了。来历不明的东西不修，这是傅家的规矩，规矩破了，手艺就脏了。老板，出事了，您看。一夜之间全部铺开，转发量已经过100万，评论区全在骂。苏正业买的。我知道是他买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网友不知道，他们只看到5家机构同时被您拒绝，然后铺天盖地的通稿说您是独裁者，又上了一篇傅之燕，我拒绝的不是文物，是不听话的人。评论已经破万了，热评第1是：手艺好就能垄断吗？手艺好就能不把别人当人吗？老板，您不回应？回应什么？回应他们骂您。骂我的那些话，5年前就有人骂过，10年前也有人骂过。我太爷爷那一辈被人骂了一辈子，骂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回应就不骂了。那就让他们这么骂下去。林威，你去把我过去5年经手的所有文物修复档案整理出来，每一件的来源证明、修复前后对比、技术方案，全部1个字都不要漏。整理那些干什么？公开。5年347件，全部在这儿了。老板，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外人看过，傅家的技术方案，您真的要全部公开？林威，你知道我太爷爷那辈人手艺是怎么失传的吗？怎么失传的？藏着，谁都舍不得交，最后人没了，手艺也没了。傅家的手艺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几代人攒下来的。藏着，总有一天会丢；公开了，反而丢不了。送国家文物局，委托他们公开发布，全部。
他把自己5年的技术方案全公开了，每一件都有来源证明，每一件都有修复前后对比。这不是修复档案，这是投名状。拒绝修复记录，东汉错金铜镜，来源垂氏，无出土记录，无流传注载。南宋龙泉青瓷，来源海外回流，无海文物局批文。结论：来历不明。西周玉昭，备注：来源私人收藏，无入藏记录，无鉴定证书。结论：来历不明。他每拒绝一件都写了原因，213件，每一件都注明了拒绝原因。我们骂了他那么久，说他是独裁者，说他垄断，他只是在守规矩，守一个没人守的规矩。老板，热搜第1变了，傅之燕公开修复档案，第2是5年拒绝200件来历不明文物。之前骂您的那些通稿来自信维，全部被冲下去了。5年拒绝200件，每一件都写明了原因，这叫独裁，这叫良心。那些骂他垄断的人，敢不敢把自己的修复档案也公开？修复界的同行集体沉默了，因为没人敢像他一样公开。不是没人敢，是没人想过。规矩立在那儿，谁都能守，只是大部分人觉得守规矩吃亏。无人接听。妈的，你群王八蛋，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了。沈氏集团破产清算案第3次债权人会议现在开始。我和沈氏合作了18年，18年，沈建国，我没欠过你1分钱货款。你女儿出事之后，我劝过你，跟她切割，你不听。现在沈氏倒了，我的货款谁来还？10年前沈氏最困难的时候，我借过你钱，没有抵押，没有保障，因为你说沈建国3个字就是担保。现在沈氏没了，你的名字还值什么？走吧。走吧。老板，安杰越狱了，转运就医的路上，2个假医护把人劫走了，警方发了 A 级通缉令。知道了。老板，安杰是重犯，他越狱，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您，要不要申请保护？不用。老板，他来找我，正好，有些账也该结了。杰哥，车备好了，套牌，沿途3个卡口，我们有人。家伙也齐了。杰哥，咱们绑了苏婉晴，拿到钱直接往南走，边境有人接应。谁说我要钱？那绑他干什么？我不求跑路，我只要他看着我赢一次。赢一次就行。你们要干什么？傅之燕，看到没有？你女人在我手上，一个人来，不带手机，不带人，地址发给你了，2个小时。超时10分钟1根手指。你知道他不会跪，从来不会。我知道，所以我没让他跪，我只要他来。老板，报警吧，我求你了。报不报随你，但稽查队到的时候，事情已经结束了。
还真敢一个人来。你们3个，安杰是无期打底，多一条绑架无所谓。你们呢？你们也是无期。你安杰，你想让我看着你赢一次，但你连输都输得不像个男人。你真的不怕他动手？怕是一回事，让他看出来是另一回事。熟，下次别一个人来。没有下次。你怎么知道没有下次？因为安杰这辈子出不来了。你这个人真的很疯。彼此。被告人安杰犯越狱罪、绑架罪、故意伤害罪、参与文物走私罪、伪证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沈宁犯参与文物走私罪、伪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沈氏集团正式宣告破产清算。我这辈子最大的错，是从来没把你当回事儿。好自为之。傅志燕，你是不是从见我第一眼就想着今天了？那没有，当时只是想和你这个浙省第一美女睡一觉。傅志燕，哎，疼！